欢迎收听华瑞投云观点。如果你以为 AI 的胜负手只在 GPU 显卡上，那么你可能正在错过下一个5年的最大财富喷发点。华尔街巨头高盛研究团队发布了一份震惊半导体行业的深度报告。这份报告正式将 AMD 的评级从中性上调至买入，并将12个月的目标价从原本的240美元大幅调升至450美元。这意味着在目前的价格基础上，高盛预期 AMD 还有接近 27% 的潜在涨幅。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中指出，这次升评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他们观察到了算力市场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当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辉达的 GPU 产能时，高盛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被大多数投资者忽略的关键趋势，那就是 AI 智能体的崛起。高盛认为，这将成为 AMD 伺服器 CPU 业务翻身的绝杀武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家全球顶尖投行对 AMD 在2027年和2028年的获利预期比目前华尔街的市场平均水准高出了整整 20%？ 今天我们将深入拆解这份内部密件，揭开 Meta 高达 6GW 超级部署背后的利益链条，看看 AMD 是如何从市场眼中的追随者华丽转身为 AI 时代的算力新王。根据高盛研究团队的最新观点， AMD 目前正站在一个结构性利好的转折点上。首先，随着 AI 从简单的聊天机器人进化为能够自主思考、调用工具并执行任务的智能体，整个数据中心的架构正在经历一次质变。高盛预计，企业端和消费端对于 AI 智能体的广泛采用，将在未来5年内成为推动伺服器 CPU 市场规模加速成长的核心动力。华瑞认为，这标志着 AI 产业正从单纯的模型训练过渡到大规模的应用推理阶段。在训练阶段， GPU 是绝对的主角，但在推理与智能体运作的阶段， CPU 负责的思考、数据路由与工作负载编排将变得至关重要。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中分享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观察数据。在过去的 AI 伺服器配置中， GPU 与 CPU 的搭接比例通常是8:1，但在最新的机架级配置中，这个比例已经显著提升到了2:1。这意味着，在新的算力架构下，每一颗 GPU 所需配备的 CPU 数量增加了4倍。高盛预期，随着行业转向纯 CPU 机架与 GPU 机架互补的模式，这一趋势还会持续加强。华瑞认为，这不仅仅是硬体配置的调整，更是一场关于效能平衡与功耗优化的革命，而 AMD 正好处于这场变革的风暴中心。这解释了为什么高盛对其伺服器 CPU 业务的成长性如此乐观。在技术路径的选择上，高盛研究团队指出了一个关键的护城河，那就是 X86 架构的生命力。虽然市场上关于 ARM 架构侵蚀伺服器市场的讨论不绝于耳，但高盛强调，在企业级 AI 智能体市场， X86 架构具有不可替代的互操作性优势。企业现有的基础设施、数据库与商业逻辑大多构建在 X86 体系之上。把 AI 智能体需要与这些现有系统深度交互时，选择 AMD 的 CPU 显然比重新构建 ARM 生态更具成本效益。高盛预测， AMD 将继续在伺服器 CPU 市场夺取市占率，其2027年与2028年的伺服器 CPU 营收预计将分别达到211亿美元与274亿美元，这比市场共识预期分别高出了 24% 以及 38%。 转向大家最关心的数据中心 GPU 业务，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中展现了极其强烈的信心，特别是 AMD 与 Meta 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被高盛视为推动业绩上修的重磅炸弹。高盛指出， Meta 计划部署规模高达 6GW 的 AMD GPU 从级。为了确保这项合作的深度，双方还签署了一项包含1亿6千万股 AMD 股票认股权证的协议。这些认股权证将随着 Meta 完成特定的部署里程碑而逐步生效。华瑞认为，这种股权换订单的战略深度利益绑绑在科技界实属罕见。它不仅确保了 AMD 在未来几年的订单能见度，更说明了像 Meta 这样的巨头对 AMD 技术路径的高度认可。除了 Meta 的大力支持，高盛研究团队也对微软的贡献表示肯定，认为 AMD 在微软内部的加速器份额将保持稳定。尽管高盛对 OpenAI 的具体部署量采取了相对审慎的建模方式，仅预估到2030年也有 2GW 的部署量，但高盛依然认为 AMD 的数据中心 GPU 营收有巨大的上修空间。具体数据方面，
高盛预计 AMD 2027年的数据中心 GPU 营收将喷发至425亿美元，比市场预期高出 28%。到了2028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成长至563亿美元，超前市场预期 26%。华瑞认为，当市场还在担心 GPU 市场是否过热时，高盛的数据直接打脸了空头，因为这仅仅是基于目前已知的巨头订单，尚未计算潜在的企业端需求爆发。在分析 AMD 的整体基本面时，高盛研究团队也提到了一些被市场误解的传统业务。高盛指出，目前 PC 市场因为记忆体价格导致的库存调整、游戏主机周期的尾声以及嵌入式系统的周期性波动，这些利空因素其实已经被市场充分定价了。高盛认为，尽管2026年全球 PC 出货量可能因为企业换机潮消退而下降 10%， 但由于 AMD 在数据中心领域的强劲成长，传统 PC 业务的波动对公司整体价值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到了2027年及以后，数据中心业务将占据 AMD 总营收的 75% 以上。华瑞认为，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企业性格换血。AMD 正从一家传统的半导体公司转变为纯粹的 AI 基础设施基石。关于财务指标的变化，高盛研究团队在报告中调高了对 AMAP 的平均营收与 EPS 预测，幅度分别达到 10% 与 14%。高盛指出，伺服器 CPU 业务的毛利率通常高于公司平均水平，随着这部分高毛利业务占比的扩大， AMD 将展现出极强的营运考感效益。AMD 2027年与2028年的非公认会计准则每股盈余将分别达到 13.5 美元与18美元，这一数字相较于市场平均预期展现了约 20% 的超额利润空间。华瑞认为，这种获利能力的向上修正是推动股价从估值驱动转向获利驱动的关键节点，也是投资者获取超额回报的黄金时期。然而，高盛研究团队也在报告的末尾提醒投资者注意潜在的风险。首先，如果 AI 智能体的采用速度慢于预期，或者企业发现这些 AI 代理并不能带来预期的投资回报率，那么对伺服器 CPU 的需求成长可能会大幅缩水。其次，与 Meta 合作的执行风险不容忽视。任何关于 6GW 部署的延迟，无论是因为供应链瓶颈还是技术调优，都会对 AMD 的营收产生直接打击。此外， ARM 架构在企业端的渗透率如果超预期提升，或者 AMD 在扩张过程中无法维持良好的营运支出控制，都可能导致毛利率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华瑞认为，投资者在乐观之余，必须密切关注 Meta 的部署进展以及每季度的毛利率走势，这将是判断高盛逻辑是否持续生效的试金石。最后，这份高盛的报告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宏观趋势， AI 的竞争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即应用与推理的深水区。在这个阶段，单纯堆砌显卡算力已经不够，如何让 AI 真正进入企业的工作流，成为能够编排任务的智能体，才是胜负的关键。而这恰恰给了同时拥有高效能 CPU 与 GPU 技术储备的 AMD 一个绝佳的翻盘机会。华瑞认为，虽然高盛在报告中依然表示在数位半导体领域更偏好辉达与博通，认为他们的估值相对更具吸引力，但对于寻求 AI 智能体赛道纯粹曝光度的投资者来说， AMD 在伺服器 CPU 的独特优势是无法被替代的。华瑞认为，随着未来6到8个季度市场被 AIP 推理需求的重新定价， AMD 的获利预期将会被不断推高。这份报告不仅仅是一次评级的上调，更是一张通往2027年算力新格局的门票。对于长线布局的投资者而言，现在或许正是重新评估这家公司在 AI 版图中真实价值的时刻。AMD 的转型阵痛期已经结束，随着毛利率的拐点浮现与数据中心营收的爆发，真正的价值回归才刚刚开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